嗱，首先想問下大家，知唔知道喺廣東最多人姓咩呢？我知陳李張黃何啊嘛，是但一個，梗係唔係啦，係屎尿林白菜，係咪啊？係冇係老姜雕珠江啊？一個二個真係有所不知啦，係園丁宅男妹。梗係唔係啦！嗱，喺廣東最多嘅姓氏就係姓亞，咁喺廣東有人姓亞嘅咩？嗱，真係有嘅。無論你姓乜名乜，住喺邊一忽，無論你嘅名改得有幾咁好聽，一嚟到廣東就會變成阿嬌、阿強、阿珍、阿明、阿芬、阿芳。嗱，或者唔知道你嘅名，知道你嘅姓氏都啱用㗎。喂，阿陳、阿張、阿黃，仲有阿邊個？快啲過嚟啦！超市大特價。難道你們廣東人500年前都姓亞嗎？你冇辦法啦！嗱，喺廣東、廣西以及海南地區，叫你嘅名之前喺你嘅名前面加個亞字，嗱，一嚟可以拉近大家距離，二嚟叫起身更加順口親切。須知道冇咩事係唔會響全朵，響得全朵都唔慌好事嘅。陳大蝦，我講咗900幾次，啲碗要抹乾淨佢先至好放入燒到碗櫃啊嘛！仲有你啊，陳家明，仲唔快啲做功課？嗱，所以廣東人喺人名前面加個亞字，相當於北方人嘅老王、老李、老張、小陳，差唔多嘅啫，冇咩特殊嘅含義，只係各處鄉村各處嚟。不過講開又講啦，喺廣東最多嘅姓氏又有邊啲呢？咁以前嘅姓氏排序係陳李張黃何，咁睇下依家嗱，第一大姓都係陳姓，普通話讀陳，粵語讀陳，同灰塵嘅塵係同音，咁呢一個係讀俾想學粵語嘅朋友仔聽。嗱，陳姓係一個多民族多元流嘅姓氏。嗱，據統計，陳姓分佈最多嘅省份係廣東，咁截止到2022年9月份，喺廣東陳姓人口大概有9682222人。咁喺全球陳姓人口大概有9800幾萬，有著名嘅陳林半天下之稱。歷史上陳姓嘅人物亦都唔少，例如話西漢王朝開國功臣之一陳平，仲有三國嘅陳群。嗱，明星都有好多姓陳嘅，例如話來日縱使千千闕歌，飄於芳我路上嘅陳慧嫻，仲有陳慧琳。咁喺廣東嘅第二大姓就係黃姓。嗱，黃姓亦都係一個多元流多民族嘅姓氏，咁主要係嚟自嬴姓。嗱，根據最新統計，咁黃姓喺廣東人口大概有6701127人，咁喺廣東潮州就最多。嗱，如果屏幕前嘅你都係姓呢一個黃嘅話，留言啦。咁喺廣東嘅第三大姓就係木子李，李姓。嗱，從明朝開始到依家，咁李姓人口係倍增嗰隻，喺全球已經係達到9200幾萬。咁喺廣東，李姓人口大概有640萬。嗱，李姓喺全國主要分佈喺河南、四川同埋山東。咁喺歷史上，李姓稱帝王者有60幾個，譬如話李世民、李隆基同埋李治啊等等。嗱，第四大姓氏就係張姓。嗱，目前嚟講喺廣東主要分佈喺潮汕同埋蕉嶺等地區。嗱，張姓主要係嚟自姬姓或者改姓。咁根據最新統計，嗱，張姓喺廣東人口大概有436萬。嗱，第五大姓氏就係雙木林姓。咁林姓人口分佈最多嘅省份就係廣東、福建同埋浙江。嗱，林姓喺廣東大概有419萬。咁林姓主要係嚟自子姓、姬姓同埋少數民族改姓。咁廣東嘅林氏族人多數係福建九牧林嘅後代，從福建遷到廣東，再逐漸分佈喺揭陽、肇慶、惠州同埋梅州等地。嗱，第六大姓就係劉姓。咁劉姓喺廣東人口大概有380萬，亦都係廣東嘅第六大姓。嗱，劉姓最早喺廣東開基嘅係陶坑劉氏始祖，咁已經有1000幾年嘅歷史。嗱，第七大姓就係梁姓。咁梁姓喺廣東大概有326萬。嗱，梁姓嘅第一大省亦都係廣東，其次係廣西。嗱，我覺得身邊總會有幾個姓梁或者姓李嘅朋友，唔知你係咪呢？嗱，第八大姓就係吳姓。嗱，係要有鼻音吳姓，但係通常會讀成冇鼻音吳姓。嗱，吳姓嘅第一大省係廣東，咁喺廣東大概有317萬，其次分佈喺廣西同埋福建等地。嗱，第九位就係遙遙領先嘅楊姓。嗱，楊姓喺廣東大概有242萬，咁主要分佈喺潮汕、惠州同埋河源等地。
廣東嘅姚氏係源自梅州，咁梅州有句民謠，未有梅州城，先有羊古卜，唔知你有冇聽講過呢？咁最後一位就係黃姓，黃姓喺廣東大概有234萬，咁部分係嚟自姬姓，有部分係嚟自子姓。喺古代夏商周3代嘅最高統治者被稱為王，咁王作為姓氏，即係嚟自呢個王嘅至尊之位。咁喺廣東10大姓氏裏面有冇你份？你又排第幾呢？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好啦，到最後揭曉上一期嘅答案，不打隔夜算係不計劃將來，活在當下嘅意思。咁今期嘅問題係以下邊一個詞彙係形容年代久遠嘅呢？聽住啦，係多選項 ：A. 浸死鴨乸嗰年 ；B. 戊戌嗰年 ；C. 久經咁遠 ；D. 咸豐年咁耐。知道答案嘅話，留個言啦。好啦，今期嘅視頻暫時分享到呢度，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人老兩年堪，邁過得福壽。呢句說話講嘅兩年堪係指邊兩年呢？吓，大步攬過就可以長壽？唔通係話因住收尾嗰2年？錯，大吉利是，掠口水講過，呸呸呸。有啊，有啲人話過咗走啊，我哋有100喎。咁你鄉下有冇呢個講法嘅咧？吓？長壽嘅壽係5福之首，從古至今長壽都被認為係有福氣嘅人。咁尤其喺古代，古人對於長壽係好執着嘅，追求長命百歲，甚至係長生不老。譬如話喺明代嘉靖皇帝服用大量嘅丹藥，都係想長生不老，但係享年60歲就瓜咗啦。仲不如普通老百姓食一啲粗茶淡飯，反而可以活到過百歲。睇翻古人講嘅人老2年堪，邁過得福壽，意思即係話，如果一個老年人想高壽嘅話，就要邁得過呢2年。但係呢2年堪指嘅係邊2年呢？又有咩講究呢？其實講嘅就係73歲同埋84歲呢2年。按照老祖宗嘅說話就係過得73歲同埋84歲呢2個年限嘅話，咁壽命就會延長咁話。但係呢2個年齡有咩咁特別呢？講到呢度又令我諗起農村有句咁嘅說話：73、84，閻王不叫自己叫。講嘅就係73歲同埋84歲人生呢2道坎。咁一般人係好難過到嘅。但係呢2道坎嘅來源呢，就係同我國古代2位聖人有關咯。一個就係儒家學派嘅創始人孔子，提倡仁愛、忠誠、公正、禮儀等等嘅思想，影響咗我國幾千年嘅歷史同埋文化，俾世人尊稱為萬世師表。不過孔子只活到73歲。而另一個年齡就係同孟子有關。孟子亦都係儒家嘅代表人物，咁佢主張嘅係民為貴，君為輕，仁者無敵，提倡嘅就係仁義善嘅思想。孟子俾後世人尊稱為亞聖，咁孟子比孔子長命啲，有83歲，所以老百姓就認為啦，就連孔子同孟子呢啲咁樣嘅聖人都捱唔過73歲同埋84歲呢2年，咁普通人又點會捱得過至得㗎？所以73歲同埋84歲呢2年就成為咗人生最難捱嘅2道坎啦，亦都成為咗老年人嘅障礙。亦都因為咁，老百姓認為只要大步攬過呢2年嘅話，就會有福有壽咁話。呢個就係人老2年堪，邁過得福壽嘅由來啦。不過呢個講法有冇根據呢？有人認為係迷信，亦都有人認為可信。咁事關73歲叫做古稀之年，84歲就叫做耄耋之年。呢2年係第7個生命週期之中收尾嗰2年，代表住生命週期嘅始同埋終，順利過到嘅話就會煥發新嘅活力。所以73歲同埋84歲呢2個年齡段就被視為係人生嘅轉折點啦，亦都可以話係難關咁話。但係從醫學嘅角度嚟分析，咁古人嘅平均年齡最多都係50-60歲啫嘛。但係現時嘅人嘅平均年齡就去到78.2歲啦，即係越嚟越長命啦。所以73歲同埋84歲又未必係高風險期喎，係咪？只不過既然有人咁講，就有人咁聽啦。既然古老話落嘅話，咁後世人都會好重視。甚至有啲老人家會覺得呢2個年齡段係一個關鍵嚟嘅。喺73歲同埋84歲呢2個年齡嘅時候，就食齋或者係敲經念佛。咁仲有啲老人係會好敏感嘅。當有人問起佢你貴庚嘅時候，佢就會避開，刻意唔講自己係73歲或者係84歲，因為講出嚟係好曬命嘅，怕俾天知咁話。
甚至有啲老人家仲認為喺73歲同埋84歲呢兩個年齡段係唔好擺大壽嘅，求其屋企食餐飯就算啦，親戚朋友都唔好過嚟探啦。咁事關佢哋覺得嗱，畢竟聖人佢都避無可避啦，普通老百姓又點可以咁虛含去擺大壽過呢兩道坎咧？係咪？咁樣係好狂妄、好高調噶嘛，係唔得噶嘛。就算冇太多嘅依據支撐呢句說話都好，但係既然有人咁講，就有人咁聽噶啦嘛。古老話落嘅嘢就代代相傳落嚟嘅喎。但係我認為長壽又唔可以話單單靠句俗語嘅。古人講呢句說話，只不過係想老年人多啲重視自己嘅身體嘅啫。嗱，與其擔心呢兩個年齡階段嘅話，倒不如平時多啲去鍛煉下，作息要定時，少飲啲酒，少食兩支煙。保持一個良好嘅心態，有好嘅身體嘅話，自然有福又有壽啦，係咪？嗱，好啦，今期分享住咁多，到最後輪到你發揮。老人家要到咗幾多歲先至可以擺大壽呢？留言話我知，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Hello， 大家好，我係大面妹。今期同大家講一啲關於以前舊社會廣州人係點樣講一啲口頭禪同埋術語嘅呢？有啲你真係聽都未聽過嘅。第一個濕柴，濕柴可能好多人都聽講過，但係你唔一定知道，原來濕柴係源自於國民政府喺以前瀕臨崩潰之前濫發大鈔，搞到通貨膨脹，市值面額就係咁跌。哇！當時候嘅市民真係苦不堪言。喂，從1蚊嘅市值面額升到1000萬元喎，咁你諗下買啲嘢嘅話，喐啲都過千萬。咁當時候講嘅濕柴咧，就係形容喺當時金圓券嘅代名詞，即係話佢好似燒錢咁咯。但係依家所講嘅濕柴，即係指散紙啊，即係零用錢啦。譬如話我哋平時去超市找啲1毫2毫俾我哋就話哇，找咁多濕柴俾我嘅。第二個省鏡，省鏡就係同塊鏡冇關，即係通常我哋會日常生活中形容某一個靚女，哇，你真係好靚好索啊，為之省鏡。再講多個，可能好多廣東人都未必識嘅喎。呢個代名詞好得意嘅，就叫做一春水。喂，聽個名，你係咪唔知諗咗去邊呢？一春水係代表10蚊嘅意思。如果係1000元嘅話，就叫做一撇水；如果係萬元咯，就叫做一盆花。第四個老蚊公，話老蚊公呢個詞可以講話舊廣州人經常聽到嘅一個代名詞。佢咧就係依家所講嘅老坑嘅意思，老坑即係話對老人嘅一個稱呼啊。咁當然啦，呢個唔係咁尊重嘅。咁唔信你試下，今晚翻去偷偷地叫老豆一聲老坑，睇佢得唔得把聲你。第五個車貨，車貨依家咧就係等於用部車拉啲貨嘅意思，但喺舊社會咯係等於私槍嘅代名詞嚟噶。第六個老舉，老舉可能真係好少部分嘅廣東人先至會聽過嘅。老舉喺舊社會係對妓女嘅一個稱呼啊。同老舉有同一個意思嘅就叫做煙花。呢個詞咧喺以前民國時期，即係1929年，當時候廣東公開可以煙賭，以茶話室或者戒煙館掛羊頭賣狗肉，為咗招攬生意咧，就請啲姑娘仔同人哋道友傾偈打火，咁咪叫做煙花咯。再嚟多個打炮，打炮嘅意思喺以前廣東人係捱肚餓嘅意思啊，係咪真係估唔到呢？講事實啊，以前廣東人講啲嘢真係好幽默，好鬼死得意嘅。最後一個鋸鼻或者叫做索嘢，咁以前嘅老廣咧係稱呼嗰啲歹徒專對女人揩油或者勒索嘅咧，就為之鋸鼻或者叫索嘢啦。唔知你又學咗幾多句呢？最後一個打回水，知唔知又係咩意思呢？知嘅話，老規矩喺底下留言一齊分享下咯。今期就講咗好多關於以前老廣中意講嘅一啲口頭禪同埋俗語，唔係話要大家句句都學晒以前老廣所講嘅嘢。不過有時回憶下以前舊廣東嗰啲口頭禪，真係覺得好有意思。希望大家會中意啦。今期嘅視頻暫時就分享到呢度，記得多啲點讚、關注、轉發、加評論。我哋下一期再見喎，拜拜。男怕小嘴，女怕鼻大，呢一句說話係咩意思呢？男人嘅嘴越大就越好，女人嘅鼻的色先靚啊！男人的嘴騙人的鬼，大小都不好。女人的鼻子大有肉，就是旺夫有財運咯，不是嗎？古老話講，男人口大入地方，女人口大入窮窿。即係點解呢？都話佢口大，因男人就好咯。女人口大就咁好咯。我入窮窿喎，以前係咁講啫，因為好多口大嘅啲嫁得幾好。以前啲人啊細眉再細就好就靚。哦，呢啲人咧就要大眉
嘴大，因啲人話男人鼻大有錢，女人有大有福，咁知係咪啦？咁你覺得鼻大好啊，定係鼻細好咧？咁女人或者係男人口大好定係口細好咧吓？男怕小嘴，女怕大鼻。嗱，呢一個係古人教落嘅識人術，咁用喺結交朋友或者係擇偶方面都可以嘅。嗱，字面上嘅意思係指男人嘅嘴細或者女人嘅鼻大嘅話就唔好。換言之，即係話古人認為男人嘅嘴越大就越好，而女人嘅鼻細先至為之好。咁呢一個講法究竟啱唔啱、準唔準咧吓？嗱，先講下男怕小嘴。嗱，有個櫻桃小嘴係好靚嘅。但係如果男人都有個櫻桃小嘴嘅話，就唔係咁好啦。咁先解釋下呢度嘅小嘴，唔係指嘴嘅形狀，而係指一把沉默寡言、唔善於表達、唔善於交流嘅嘴。有句說話係咁講嘅：男兒嘴大食四方啊嘛。咁呢度講嘅其實唔係指男人嘴大嘅形狀，而係指男人喺四面八方都咁識同人交流，咁善於表達自己，能說會道嘅嘴。咁嘴大嘅男人係好識得講嘢，好善於同人哋交際，好善於去表達自己。就算喺出邊打拼去搏殺，都好容易獲得大展拳腳嘅機會。嗱，呢一個就係男兒嘴大食四方嘅解法。咁相反，如果個男人嘴細嘅話，遇到凡事都唔出聲，唔善於同人哋溝通，唔善於同人哋交流，就算喺外面打拼都好難結交到朋友，唔好話遇到好嘅機會啦，係咪？咁第二方面就係從面相嚟講，按照古人嘅審美，男人如果有個櫻桃小嘴嘅話，係好唔夠氣概嘅。你睇翻古代嘅將軍，好多都係大嘴型嘅，係咪？嗱，按照古人嘅審美，仲有個講法話，如果男人個嘴型細、嘴唇薄嘅話，就會薄情薄義，好小氣咁話。唔關我事啊，呢個係古人講嘅啫。嗱，仲有啊，喺古人眼中，個嘴同食飯係好有關聯嘅。咁如果男人嘴大嘅話，食嘅嘢就自然多噶啦嘛，食嘅嘢多咗，身體自然好噶啦嘛。你知啦，古時候都係靠體力勞動嘅，所以有一個強勁嘅體魄係好重要。咁相反，如果嘴細細嘅男人食嘅嘢好少，身體就自然冇咁好噶啦嘛。嗱，所以按照古人嘅審美，男人嘅嘴越大就越為之好咁話。不過時代又唔同喎，依家又興暖男喎。嗱，你睇翻電視上面嗰啲小鮮肉，個嘴細細又好受歡迎嘅。嗱，所以以貌取人又係得嘅。咁你認為男人個嘴大好啊，定係嘴細好呢？留言話我知咯。嗱，再睇翻女怕大鼻又點解呢？喺我印象中，女人個鼻越大就越旺夫，越有福嘅喎，係咪？嗱，睇翻古人嘅審美啦。古人認為女人要生個櫻桃小嘴，個鼻細細就會好聰明，個人生得嬌嬌滴滴、清清秀秀、溫溫柔柔，咁啊至好啦。咁相反，如果鼻大嘅女人嘅話就唔係咁好，同腳大一樣，好難嫁出去咁話。咁呢個鼻其實五官嚟講係最重要噶啦。咁睇翻古人喺相學裏面就認為，嗱，女人如果個鼻大嘅話，做事就會好粗心。好有野心，個性強勢，對外界嘅誘惑都會有好多嘅慾望，唔係一個安分守己嘅女人。所以古人認為鼻大嘅女人係唔會甘心過普通嘅生活嘅，亦都唔會忠於一個家庭。其實我覺得呢個講法唔係話古人錯，係好符合古時候嘅講法。因為古人一向都覺得女人無才便是德啊嘛，咁鼻大嘅女人有野心喎，咁有野心嘅女人喺古時候係大忌嚟噶嘛，所以話鼻大唔好，好符合古人嘅審美啊，係咪？但係放喺現時嘅社會就未必啦，因為我哋都聽過，女人鼻大鼻頭有肉就旺夫，就好有福分，就好有財運咁話。嗱，唔理佢鼻大定鼻細先，咁放喺現時社會，一個女人有野心，其實唔係一件壞事嚟嘅，證明佢有本事啊嘛。但你再睇翻好多女明星，譬如話黃奕、賈靜雯，近期好紅嘅佘詩曼，佢哋嘅鼻都唔細喎，係咪？一樣係咁叻、咁有本事、咁有財運啦，係咪？所以如果按照古人審美呢一點放喺依家嘅話，其實唔一定啱嘅。從面上嚟睇嘅話，都冇乜科學根據，亦都證明唔到啲乜嘢，只可以話見仁見智啦。咁如果話鼻細好鼻大唔好，對於鼻大嘅人嚟講，又好似真係唔公平喎，係咪？咁你認為女人鼻大好定係鼻細好呢？吓，所以民間俗語唔可以全信，但係亦都唔可以話佢係錯，只不過係每個時段嘅睇法唔同啫。
記住，人不可以貌相，海水唔可以斗量。咁以貌取人係唔啱嘅，但係相由心生都冇錯喎。咁今期分享住咁多，到最後輪到你發揮啦。你又點睇今期講嘅男怕小嘴，女怕大鼻呢一句說話呢？你又覺得如果相由心生嘅話，睇邊方面又可以證明到乜嘢呢？留言分享下，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講白話撐粵語，自己有點嘅讚。Hello， 大家好，我係大面妹。嗱，喺粵語裏面有句俚語叫做執番劑，嗱，本意係指抓一虎中腰咁解。嗱，執中藥一般可以話來一虎中腰，嗱，因此亦都有來一發嘅含義，即係嚟多鑊啦。嗱，你知啦，中藥係可以清熱降火噶嘛，嗱，所以又引申指嗱，冇錯就係你諗咁樣，又引申指男歡女愛情到濃時興合合嘅時候，就需要揾人降下火，呢個時候你就可以講翻句嗱聲執番劑啦。但係如果有人好惡咁同你講，靚仔啊又揾我笨，你係咪想執番劑啊嚇？嗱，執番劑個執字嘅本字係用提手旁加個最，嗱，呢個字普通話兩個讀音，可以讀助搓，咁粵語三個讀音可以讀撮執卒。嗱，當讀撮音嘅時候，第一個係解作聚合嘅意思，譬如話撮合；第二個係解作取摘取嘅意思，譬如話撮要。嗱，可以咁做句：留佢兩個孤男寡女喺度，你係咪想撮合佢哋啊？咁當發執呢個音嘅時候，有兩個意思。嗱，第一個係用手指捏取細碎的東西，譬如話執藥或者執番劑。嗱，第二個係解作量詞，譬如話一執頭髮、一執毛或者一執米。嗱嗱聲拿執米去餵啲雞啦！嗱，當發捽呢個音嘅時候，係指用手捽成團，譬如我哋沖涼都會做嘅捽。嗱，個捽字喺說文解字裏面有解釋到四歸也，一約兩指絕也，從手最聲倉闊切。注歸古代量詞，一歸約0.5毫升，一執為四歸，約為2毫升。嗱，個執字喺康熙字典唐韻正韻裏面有解釋到倉闊切，集韻韻匯粗闊切串入聲，欲編三指取也。嗱，喺魯迅且介亭文集裏面就有一句：剃去一圈，留下一執。你睇你啊，大隻累累生沙虱，快啲揾街口嗰個陳醫生執翻幾劑穩陣啲啊！喺粵語裏面仲有好多關於執字嘅俗語，咁呢個執字喺字典裏面嘅意思係指拿着、掌握、捕捉、堅持、實行、憑單、朋友、盛事嘅意思。咁喺粵語裏面又引申指收拾、處理等含義。嗱，譬如話呢一個執二攤，即係指用人哋用過嘅嘢，或者係揀人哋唔要嘅嘢，就為之執二攤。咁執手尾嘅意思，即係指處理未完成嘅工作，又或者係做人哋遺留落嚟嘅麻煩事。咁執死雞嘅意思，即係指意外得到好處，或者係買到平嘢。執現成嘅，又或者係買退票嘅意思。咦，阿媽，你又去超市執死雞啊？依家啲後生女真係啊，呢啲唔係叫執死雞，係叫知慳識儉。除此之外，仲有個盞鬼嘅詞彙就叫做執笠。嗱，執笠即係指商店或者公司關門結業嘅意思。嗱，有人認為執笠呢個詞係由立執演變過嚟。咁因為商鋪一旦關門結業，各人就需要立刻執拾私人物件同埋餘貨離開，所以就叫做執笠。嗱，亦都有人認為執笠呢個詞係嚟源於舊陣時廣府地區嘅趁墟。咁如果生意唔好嘅情況之下，就要將賣唔完嘅嘢執翻落個笠嗰度，所以就叫做執笠。咁執笠呢兩個字嘅本字應該係用單人旁呢個執笠。嗱，個執字喺康熙字典集韻裏面有解釋到不為也，又廣韻集韻不治安也，集韻不注事。咁個笠字喺廣韻裏面亦都有解釋到不任事也。咁喺廣韻裏面亦都有記載執笠不任事也，今為商店閉歇若執笠，言不為貿易之事也。咁詹憲慈先生喺廣州語本字裏面亦都有記載，執笠者商店停業之名詞也，俗讀執笠若十笠。咁究竟係提手旁嘅執笠，定係呢個輸入法已經打唔出嘅執笠呢？一直都有爭議。咁若然有更加權威嘅答案，歡迎底下留言交流下啦。阿媽，不如咁啊，你咁搭水，打本俾我做生意咯。依家市道唔好啊，好多商鋪都執笠，睇定啲先啦。咁因為戴口罩嘅原因，好多商店都受到衝擊，出現商店執笠嘅倒閉潮。嗱，希望可以快啲過去，令到市場回復翻正常，令到我哋呢啲星斗市民可以快啲滿月復活啊嘛。嗱，好啦，到最後揭曉上一期嘅謎底，81就係開平。咁今期嘅問題係執蘇州屎同埋執條褲帶累身家，知唔知係咩意思呢？知嘅話底下留個言。好啦，今期嘅視頻暫時分享到呢度，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
阿崩叫狗係下一個人樣，越叫越走，阿崩養貓啲唔識養。係專死症，哦，阿崩本嚟養開狗噶嘛，咁忽然之間養貓喎，所以咪轉死性咯。阿崩開燒呢唔識吹，係齋鳩氣啊，係齋鳩氣啊，點解啊？崩口咧。哦，嗱，仲有幾多人講緊粵語咧？仲有幾多後生仔識得呢啲老餅歇後語咧？即係我哋講咗上半句，你就識得答下半句，試下咯。譬如話阿北閹雞，有心冇陣啦，咁風吹芫茜，下一句又係咩咧？衰到貼地咯。嗱，大家都知啦，芫茜其實就係元衰啊嘛，咁衰同衰又係同音喎，衰到貼地，即係話佢好衰咁解。我問你，再走佬數街燈係咩？下一個人樣醉酒佬數街燈啊，好多盞，唔係你知嘅話你答咯個生得咁靚，真係瞓唱發電機咯，喎，咩意思啊？電死人啦！哦，即係話佢好鬼靚，鬼火咁靚，識得放電去吸引人咁解。嗱，如果想表達求其隨便是但嘅，就可以話童子軍跳彈彈床。自高彈彈嘅啦，自高彈彈嘅啦。咁抬棺材甩褲，下一句又係咩咧？誒，得鳩嚟人咯。嗱，抬棺材都會甩褲喎，所以咪失禮死人咯。咁吉他冇線，下一句又係咩咧？冇得彈咯，冇得彈，即係話冇得彈劾，話佢好好咁解。咁如果想表達唔想俾面呢個人嘅，又點講咧？要靜溫吞嘅啦，咩意思啊？冇面俾咯。嗱，靜雲吞即係冇面俾你啊嘛，所以咪冇面俾咯。咁衰佬貼符，下一句係咩咧？倒貼嘅啦，咁偷雞唔到，蝕咗揸米咯。嗱，本嚟偷雞係想用粒米去吸引佢過嚟噶嘛，但係到頭來又偷唔到隻雞喎，反而蝕咗自己個揸米，所以咪偷雞唔到蝕揸米咯，係形容佔唔到便宜，反而自己有損失咁解。阿婆坐過啲啦，坐過啲啦。哦好啦，送雞睇報紙啦，咩意思啊？走就你啦。點解咧？咁松雞睇報紙又點解會係走就你啦吓？嗱，話說舊陣時有一個叫做松雞嘅人，咁佢係唔識字嘅，但係佢係好中意睇報紙喎。嗱，有一日咁呢個松雞就拎份報紙嚟睇，但係點知調轉咗，佢都唔知，因為佢唔識字啊嘛。不過對面就有位好好心嘅仁兄同佢講啦：喂啊，邊個你份報紙調轉咗嚟睇？點知呢個松雞就話啦：你以為我唔知咩？我專登調轉走就你俾你睇嘅啫嘛。嗱，所以就有咗呢一句松雞睇報紙走就你嘅歇後語啦。咁呢度嘅就其實就係遷就咁解。咁如果想表達今非昔比，又用咩歇後語咧？一個孫妹兩個揾，咩意思啊？今次變換人，咁一個蘿蔔一個坑，下一句又係咩咧？冇得預個。即係話剛剛好啊。咁形容各有本事就可以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㗎啦。咁形容啲人好叻，好有本事，非常叻就可以話雅言獅子。唉，好咯，呢拎到問咯。咁形容妨礙又有咩歇後語咧？唉，右邊跟新屋冇得住，咩意思啊？阻住晒啦。嗱，阻住嘅諧音其實就係阻住、妨礙咁解嘛。咁山坑雞下一句又係咩咧？好似你講咯，控條威咯。今晚有乜咯？蘿蔔滾湯啊！哦，左鬼尿夠清咯。我冇放鹽噶喎。燒官尿夠淡咯。喂，今晚生缺一個，外賣我啦。你真係陳村碼頭啊！點知你知哦？逢到必啱咯。陳村碼頭點解會逢到必啱呢？嗱，其實呢一句係好地道嘅歇後語嚟嘅。咁陳村就係位於廣東佛山順德，咁喺舊陣時係商賈雲集之地，曾經同廣州、佛山、東莞嘅石龍鎮合稱為廣東嘅四大名鎮。嗱，話說喺明清時期，咁陳村有好多大大細細嘅商鋪，嗱，通常係啲米鋪、當鋪、字號或者係日用品店啊咁人流又多，所以吸引到唔少廣東其他地方嘅商人過嚟經商。
嗱，當時候嘅水路運輸係好發達嘅，最常用嘅交通工具就係隻船啦。咁陳村有好多唔同地方嚟嘅商人噶嘛，所以陳村碼頭就停咗好多大大細細嘅船隻。咁所以當時候就有句說話叫做逢渡必啱。嗱，其實原本係寫作呢個渡過嘅渡，三點水嘅渡嘅。咁因為粵語嘅渡同島發音係相近，咁所以後嚟講下就叫做陳村碼頭逢渡必啱啦。亦即係用嚟暗喻有啲人好中意賭，好難賭咁解。咁如果想表達唔出奇又點講咧？褲頭插支旗嘅啦，咩意思啊？出閪旗嘅啦，出閪旗嘅啦。嗱，注意啦，老廣講嘢好中意帶啲7啊9啊炒蝦拆蟹嘅字眼落去嘅。咁雖然有啲粗鄙，有啲市井，但係唔係鬧人嘅意思，只係為咗加強語氣嘅作用，起到一個強調呢句說話嘅作用，冇咩特殊嘅含義嘅。咁聽慣咗你就覺得係一種特色嚟噶啦。咁形容硬碰硬又點講咧？揸地堂鐵到板，硬到硬。咩叫做地堂啊？攞去打割喎，連喎，牛翻連喎，就係咁。嗱，原來呢個地堂係每條村都有嘅，咁我哋家鄉話就叫做地湯，係個個都可以用嘅。揾一塊空地修建而成，用水泥修成，寓意係財不外泄，積聚喺家中咁解。咁你有冇見過呢一種地堂呢？你鄉下話又叫呢個地堂做乜嘢嘅呢？留言話我知咯。嗱，如果想形容有一啲人俾老細噴到一面屁嘅，好沮喪咁嘅樣，用普通話就叫做灰頭土臉。咁用歇後語又點表達呢？裝香打阿招啊！咩意思啊？一碰到個面灰啦，咁形容有一啲人貪一時新鮮嘅，就可以話新屎坑3日香嘅啦。點解咧？咁新屎坑又點解會係3日香啦？嗱，屎坑即係廁所，咁再古老啲嘅叫法就叫做茅坑、茅廁，用英文就叫做 WC。咁斯文啲嘅叫法就叫做洗手間。嗱，新屎坑即係話剛整好、未用過嘅，咁肯定係有香味噶嘛。嗱，呢度嘅香除咗係指香味之外，仲係馨香嘅香。而新屎坑3日香呢句說話，嗱，其實就係用嚟比喻有一啲人剛遇到自己心頭好嘅時候，係覺得好有新鮮感嘅，當係寶咁樣，好勁錫，好珍惜。但係呢一種新鮮感過後之後咧，佢就覺得冇所謂，唔在乎嘅態度，唔再覺得馨香啦。嗱，呢一個就叫做新屎坑3日香。嗱，亦都可以用嚟形容有啲人做事虎頭蛇尾，冇乜恒心嘅，只係貪一時嘅新鮮感嘅啫。又可以話佢你正一新屎坑3日香。仲可以用嚟形容某一件事物，嗱，譬如話呢間店鋪剛開張嗰幾日好好生意嘅，bang bang聲走去買，咁但係過後之後咧就蚊都冇隻。嗱，呢一種情況，咁老廣亦都會話，新屎坑3日香啫。咁同樣都係用嚟形容圖一時嘅新鮮感咁解。但係呢句新屎坑3日香嘅講法又點嚟嘅咧？嗱，有人話呢句歇後語係同舊陣時嘅婚嫁習俗有關。咁呢個馬桶喺舊陣時就叫做子孫桶，喺結婚嘅時候就會放一啲蓮子百合落去嘅，寓意係乜嘢咧？百年好合啊嘛，仲會放一朵蓮花落去，寓意係乜嘢咧？係生嘅仔女好似蓮花一樣咁靚。嗱，喺結婚當日，咁老一輩就會將呢個子孫桶攞出嚟，放喺張大床周圍，仲會叫個小朋友屙督童子尿同埋落去。寓意就係黃金滿屋咁話喎，咁但係桶裏面嗰朵蓮花嗱，最多香得3日嘅啫嘛，香3日之後就會俾嗰督黃金之物嗰股味道冚住咗噶啦，咁香3日就冇，所以咪有咗呢一句新屎坑3日香咯。嗱，歇後語真係包含咗好多廣府特色嘅，所以建議大家要多啲去講，多啲教你細佬哥講。好啦，咁今期暫時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到最後阿婆話要考下你，我問下你。江雅算打老虎下一句係咩樣？知嘅話留個言，我哋下一期再吹過，拜拜。